据说杀死6个女人，砍下他们的头颅煮成头骨，再用血咒献祭给古曼童，就能够召回死去之人的魂魄，救死扶伤的模范巫医，为了复活死去的母亲，竟然用情咒引诱无辜少妇贡献肉身。善良的哑女妻子试图大义灭亲，没想到却遭到了更加歹毒的报复。2023越南恐怖片《天灵盖》惊悚来袭。故事发生在越南的一个偏僻小山村。这天晚上，一个少妇突然昏迷不醒，家人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，无奈之下便找到巫医寻求帮助。只见他一边念诵咒语，一边在女人腹部发力，随着咒语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些不明物体就被挖了出来。巫医擦拭掉残留血渍，女人的肚皮瞬间恢复如初，下一秒她就奇迹般的清醒了过来。众人被高超医术经验的不停夸赞，可巫医却一脸淡定的准备撤离。这时村长突然将其拦下，希望他能留在这里造福百姓。他叫修恩，是个四海为家的巫医。为了自己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命，他爽快答应了下来，并在这里开了第一家乡村医馆，还精心挑选了哑女索伊做助手。索伊每天除了洗衣做饭打扫祭坛外，就是了解各种植物药理和法术仪式。生活虽苦，但幸福满满。同时二人也在朝夕相伴中互生情愫。这天晚上，王寡妇来找修恩治病，修恩二话不说就让女人脱光衣服，给她下了一个爱情咒，还约定好下次看病的时间。看着两人眉来眼去搞暧昧，索伊醋意大发，女人刚走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宽衣解带。本以为修恩会温柔待己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杯迷魂酒水。修恩看到索伊沉沉睡去，便开始给她刮体毛净身。半夜索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浑身赤裸，震惊不已。修恩却不慌不忙地吹来了销魂面粉。第二天，索伊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就躺在家中。就在他苦思冥想昨晚之事时，修恩却带着金银首饰上门提亲。财迷父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两人婚事，并请来亲朋好友一起见证了女儿女婿的成婚大礼。可婚后的修恩却性格大变，整夜在地板下疯狂凿洞。最终，医馆与小河连成的秘密通道成功开通。与此同时，前来治病的女人也越来越多，可修恩却总让索伊在门外看守。这天夜里，修恩打开随身携带的神秘铁箱，准备开始某种仪式。同时，王寡妇也按照约定从地道来到了这里。修恩像往常一样斟满酒杯，然后将索伊支到外面。想到自己之前亦真亦幻的梦境，索伊怀疑丈夫可能有什么不良嗜好，便好奇的来到地板下偷窥，没想到却被王寡妇的犀利眼神吓了一跳。他急忙闯入房间查看，发现女人就浑身赤裸的趴在地上。索伊试图叫醒女人，却发现她早已死去。索伊以为男人杀了人，害怕的向外跑去，结果直接被修恩按倒在地。修恩解释说自己并非故意杀人，原来在他给女人看病时，对方突然持刀相向，趁火打劫。修恩为了活命正当防卫，结果一不小心就杀死了女人。索伊听后决定让警察处理此事，可修恩却说报警会惹来很多麻烦，不仅会让两人身败名裂，同时还会背上杀人犯的罪名。索伊想到自己来之不易的婚姻，也答应帮他保守秘密。没想到修恩却死性不改，竟然用巫术帮怨妇金姐除掉了前夫一家。完事后，他又引诱金姐一起修炼古曼童，而对方出于对修恩的痴迷，当即就决定做他的忠实信徒，还毫不忌讳的在索伊面前秀恩爱。索伊深感不妙，便趁着修恩外出四处搜寻，突然一阵恶臭扑面而来。他顺着气味来到地板下，竟在石头下找到了一具无头女尸。此人正是之前死在家里的王寡妇，而头颅就放在一旁的竹篮中。这时修恩正好外出归来，发现事情暴露，就直奔岳父家抓人。回家后，修恩对着索伊就是言语恐吓，还威胁他如果逃跑或散布谣言，就用他或他父亲的头骨献祭古曼童。原来修恩小时候曾被毒蛇咬伤，母亲认为他中毒身亡，草草埋葬。没想到他却在棺材中意外苏醒，并被一个古曼童法师及时搭救。可母亲却因无法承受丧子之痛而上吊自杀。为了能复活母亲的亡魂，修恩便开始跟随法师学习巫术，并用已死女人的怨气修炼古曼童。同时也开始了心狠手辣的无底线杀戮，而这些主动上门就诊的少妇就成了最佳人选。具体操作过程就是先用秘制酒水迷晕后实施侵犯，然后再刮去体毛净化身体，最后砍下头颅煮成头骨，用血咒献祭古曼童复活母亲灵魂。索伊得知真相后悔恨不已，但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，他也只得继续做他的傀儡助手，把被害者的头颅煮成头骨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修恩也开始了召唤母亲的仪式。在咒语的作用下，祭坛上的头骨冒起缕缕白烟。修恩以为仪式成功，高兴不已。可下一秒，白烟却全部消散。他心急如焚地按照古书再次做法，却依然不见成效。修恩被气炸，直接将祭坛掀翻砸碎。这天金姐的突然到访，又让他重燃希望，当即就决定用他的向上人头再次启动仪式。修恩给了金姐一张纸条，让她按照上面的方式过来找他。金姐听说最近村里不断有人失踪，再结合修恩的毒辣手段，她料定此行必定凶险。但到了晚上，金姐仍旧如约而至。正当修恩准备行凶时，金姐却找来了好姐妹当替罪羊。可怜的女人本想到此寻医治病，没想到却遭此毒手当场殒命。经此一事，两人心照不宣，一起狼狈为奸。而索伊经过多日的委曲求全，也终于找到了修恩犯案的有力证据。这天，他趁修恩睡着之时，偷偷将他脖上的钥匙摘了下来，成功找到了修恩的多张造假身份证，同时也知晓了他医治百病的骗人把戏。原来修恩提前用药物给村民下毒，再假装路过救死扶伤来掩人耳目。从修恩踏进村子的那一刻，那些被他提前
选定好的女人，就注定要死于非命。恰好这时无法怀孕的村花却突然找上门，原来她丈夫一直在外地，可自己却偏偏在这时怀孕。殊不知，这竟是修恩亲自上阵造的孽。蒙在鼓里的女人哀求修恩收回鬼胎，修恩自知法力有限，言辞拒绝，可金姐却擅作主张，让她晚上过来就医。修恩被激怒，就想掐死金姐，可金姐却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原来最近的多起失踪案早已引起警方注意，她担心修恩落入法网，就打算用自己的权势助她一臂之力，然后逃到其他地方继续修炼招魂法术。修恩听后渐渐收起杀心，并决定等今晚的献祭仪式结束后一起逃离。所依担心两人跑路，直接跑到警局报案，还将修恩的假身份证拿了出来。可警察根本不知他在说什么，所依无奈只得原路返回。没想到这一切却被进城买祭品的金姐看在眼里。与此同时，发小也看到了神色慌张的所依，他本想下车询问情况，却被金姐告知所依有危险。所依回到家，看到修恩和金姐的凶狠眼神，意识到事情暴露，就打算拼死一搏，但一人难敌四手，很快他就被两人绑了起来。修恩并没有痛下杀手，而是用他做诱饵，等待猎物上场。这时发小也被金姐骗到这里，就在他准备上前施救时，却被两个恶人活活勒死。所依挣脱束缚后，开始暴揍修恩，结果反被对方一巴掌拍晕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发小的头颅已被摆上祭坛。这时前来看病的村花正好从密道爬了上来，看到这恐怖一幕，吓得拔腿就跑。修恩见状，急忙钻进地道追赶。金姐试图从另一边守株待兔，结果却被所依绊倒在地。所依来到祭坛前，打开神秘铁箱，里面装的正是修恩母亲的头骨。所依按照古书开始学习招魂咒语。等修恩抱着村花回来，看到所依正吸食母亲的灵魂，他以为母亲附在了所依身上，直接扑在女人怀里，高兴的痛哭起来。所依则趁机将2支麻药扎进修恩后背。然后带着村花就逃离了这个鬼地方。可是没走多远，他就体力不支，无奈之下，所依只得将村花藏在淤泥里，自己则独自跑回了家。没多久，修恩就一脸凶相的追了过来。父亲为了保护女儿，大声呼喊，村民闻声赶来，直接将修恩捉拿归案。同时，淤泥里的村花也死里逃生，躲过一劫。电影最后，修恩因虐杀多名少妇被判处死刑，金姐作为帮凶被判处无期徒刑，而哑女所依则成了最后赢家，幸福的等待着新生命的降生。